日本核污水排海至今，第一个受害的国家终于出现了，还有两个呢。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针对于这两个受害的国家，很多人都是拍手叫好，真的是可以这么点评他们吧？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日本核污水排海之后海洋里面的一些动物生物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你们不在打鱼不在干嘛的，没有感受。但在日本那边呢，什么福岛县周边呢，就是那边的很多食物本地人呢都不吃了。这包括那边什么鱼类之类的。当初你们知道吗？那个核污水排海之后甚至呢，当地呢高层呢要他们的学校里面多吃点海鲜、八爪鱼，说可以提高智商什么的。我觉得提高智商先不说，那到底能不能吃呢？当地市民呢也是不吃的这个海鲜呢、八爪鱼了，然后就想着把那个海鲜呢进口到、出口到国外。当初好的是就是我们的海关总署把那个日本的海鲜呢直接杜绝在门外了、国外了，这些海产品呢是进不来我们国内的。那日本核污水排海呢，距今呢也快1年了，现在好像这个声音越来越小了，但是不管是海洋里面呢、江面呢什么之类的，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吧。反正我们人类呢，在大自然面前呢，真的是显得非常的脆弱、渺小无助。我们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日本呢，不顾全人类的一个反对，毅然决然的把核污水排向大海，导致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对海洋的一些渔业工作者然后以海洋为生的一些人呢，都受到一定的影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吧？第一个受害的国家，那就是韩国 Korea。韩国呢，这个国家对我们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说比较自私自利吧，经常会拿我们的节假日，比如说即将要到来的中秋节然后拿着过去呢申请那个他们自己的一个节日，然后呢还把一些什么东西申请为他们的专利，然后公然的在学校门口之前排放核污水的时候挂了一个横幅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核污水的那个就是那个量呢是日本的50倍，但是呢你挂这个是什么意思嘛？还专门挑那个大学生在放假的时候挂。说实话，韩国真的是人的格局太小了。现在成为第一个受害的国家，你知道他们韩国嘛会圈一块海，然后搞那种淡水养殖，养什么石斑鱼皮皮虾基尾虾之类的，然后还养什么鱼八爪鱼后来因为那个什么超标，然后导致那些大量的石斑鱼死亡，损失高达接近3000万人民币。最后呢，韩国呢也只能自认倒霉，当初还挂横幅说我们中国的核污水是那个日本的50倍那个超标量，但是我们没有往大海里面排我们是自己处理的所以我觉得韩国的话受到什么盐价上涨国内经济他们日本的那个经济然后受到一定的影响，我觉得就他们咎由自取，应该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就是自食恶果吧，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本以为能够得来一片赞同，没想到我们现在却拍手叫好。对于韩国这样的一个行为，你们怎么看？第二个受害的国家就是日本排放核污水以后他们自己的渔业受到重创，一些以打鱼为生的一些渔民现在呢出海的话，有些打回来的鱼卖都卖不掉，只能变质发臭了，卖不掉，所以说影响是挺大的。这就是目前呢日本核污水排海之后两个受害的国家。不过呢，现在核污水排海已经1年了，很多人好像已经销声匿迹了，就是没有看到什么反对排放核污水的一个消息了。日本呢还在慢慢的排，一直要排50年才能排完。所以当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给我的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让更多人知道。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爱护海洋，爱护大自然，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你看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夏天的时候，像水好多年都没这么高了，比如说像眼前的江水也没这么高了，这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个警示。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有国才能有家，是不是？保护好我们的国家，然后每个人出份自己的力量。比如说平时的话要保持那种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爱护环境，不乱扔果皮纸屑，不随地乱吐痰，做一个文明有礼的一个人，做一个普通市民，不惹事。
然后就可以了。对大自然的话，环境的话，比如说一定要，比如说定期的，你可以看到路边海洋里面，比如说沙滩里面有垃圾，你可以自己去清理一下。我们人类这样才能与大自然共存亡。如果大自然的海洋啊、河流啊被污染了，那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个生命资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爱护。好了，这就是日本排放核污水之后啊，2个受害的国家，对此你们怎么看？下期节目。